正在前往巫術重鎮樹林的路上啊。在泰國的民間信仰，有一派專門修煉黑巫術的黑袍阿贊，他們與降頭、賜福等法術息息相關。這次我將深入泰國偏遠鄉鎮，一窺黑巫術的神秘面紗。網絡上充斥着無數有關泰國黑巫術的故事，有人說它能招財改運，也有人說它帶來厄運詛咒。這次請跟着我一路打聽，這會是一場有趣的冒險，還是噩夢的開端呢？現在我正在前往巫術重鎮樹林的路上啊。我買的是最便宜的火車，沒辦法，有冷氣的實在是太貴了。這個看起來是非常老舊哎。這個車廂裡面看起來超級老舊，是完全沒有任何空調的。目前那個電風扇好像也沒開，哈哈。現在就是享受外面自由流通的空氣啊。我這個車廂是最低階的車廂，從曼谷坐到樹林大概要坐6-7個小時。現在是晚上7點半，到整個半夜。這個票價是最便宜的，180幾塊以上。有冷氣的話，可能要貴個4-5倍，價差實在太多了。我說我沒有體驗過，體驗一下，晚上是能熱到哪裡去，對吧？現在火車開起來了，鐵軌摩擦的聲音超級大聲。整個火車超級吵，基本上是完全沒辦法跟別人對話的。好，現在火車開動起來以後，瞬間就涼了很多，對吧？不一定要吹冷氣嘛，對不对？哇，這火車的馬桶窮凶惡極啊！我剛剛很不要臉的問了我隔壁的人，是不是可以幫我問一下有關黑巫術的事情？因為我前面有超多僧侶的，那邊一整台全部都是僧侶的保留席啊，但是他看起來有點害羞，但他現在邀請我吃點新的東西，不知道這是什麼，試試看。啊，阿洛伊，那接下來就是应该他們當地的香腸。這個黑巫術我們很困難啊，到處問，真正知道資訊的人都不多。來去，我說一路上到處問，繼續問，狂問猛問。他們這個火車上到處都是叫賣的人，賣各種東西，飲料、食物，甚至還有粥。剛剛本來想問說這是豬肉的還是牛的，我隔壁的人就幫我買單了。他們這邊人很熱情。现在是3點，抵達了樹林車站，完全不知道要去哪裡。要睡車站嗎？還是要找住宿？現在找住宿都很晚了。想一下。walking 一個旅社，這個走廊着實有點詭異啊。這房間，行了，那就比較復古的感覺嘛。這房間看起來很毛啊，還是趕快睡，不要亂想了。我現在在樹林的街上隨便亂走啊。完全沒有頭緒，要怎麼找？我先到人多一點的地方好了，看有沒有什麼店家、寺廟啊，可以找點訊息，找點線索。不然這樣太難了。接下來就是硬着頭皮上街，挨家挨戶的問。我拿着翻譯，做着一般觀光客根本不會幹的事情。從他們困惑的表情，我覺得我自己真是一個怪人。直到一個小僧侶的出現，讓我開始燃起了一點希望。I go。在他的指引之下，我似乎闖入了一場我從未想過的宗教儀式。现在找到一間寺廟，他們剛好在進行消災祈福的儀式。這裡已經準備好這儀式的道具了。當小僧人們點燃象徵佛法之光的蠟燭時，儀式便開始了。它象徵光明、智慧，能用來驅逐黑暗。而你現在所看到的白線，是這儀式中最重要的一環。在佛教中，它叫做聖線，
會從信眾的脖子一路連接到貢品，象徵着佛祖的庇佑以及僧侶誦經的功德法力能100%的傳到信徒的身上。而這位就是儀式的主角，今天主持的僧人了。现在这个大合唱就是一口气念出这些经文，然后完全都在念经。通常這些信徒會在本命年或者流年不利的時候來到廟宇裡，透過僧人誦經累積福報，來達到消災解厄的效果。當我注視着火光，我好像也從旁觀者加入了這場法會。接着，僧侶開始有了大動作，他開始向信徒灑米、灑水，象徵用生命力來驅趕邪靈以及不敬的東西。然後我們即將迎來儀式的高潮，將板線剪斷，這象徵着切斷過去以及厄運，並且跨過受祝福的公平，完成了儀式。僧侶也會被信眾們綁上手繩，象徵祝福。薩瓦迪卡。จะดีที่สุดแต่ภาษาอังกฤษก็ได้เช่นกันเดี๋ยวต้องโอนเยอะมาก 哇，现在这个僧人帮我联絡到一個會講中文的，這是你的微信。好，好，我加你微信。剛那位僧人給我了蠻多資訊的，他給我了一個這個阿贊的名字，還是蠻有名的，他是專門學習高棉巫術的。看着他的影片，我心中是充滿了好奇，他們是真的如傳說中的有強大法力嗎？只是有個問題，這個人離我這邊有30公里，而且是往南，意思是他的地方在寮國的接近寮國邊境。現在泰國跟寮國正在互相轟炸，所以得要考慮一下安全性的問題。我再多問幾個人，剛也拿到一個會講中文人的一個聯繫人，我等一下再私訊他看看會怎麼樣。OK， 繼續尋找。No， 這個鎮上目前看起來人不多，我感覺要去問問看一些當地的司機，不然我去火車站附近碰碰運氣好了。果然我的直覺是正確的，這些對當地熟門熟路的司機肯定知道些什麼東西。剛剛問到一個司機，他好像知道，但他始終不願意帶我去，怎麼樣都問不出地點，怎麼樣也不願意。我再想想辦法。就在我站在他旁邊死纏爛打了一陣子後，事情迎來了轉機。由於語言關係，我無法完全確定他想要做什麼，但我強烈感覺到他不想在其他司機旁邊討論這件事情。這個司機剛剛把他載離其他司機的地方，他就停下來問我說可以開始問問題，但他當然還是很不願意啦。一方面講到戰火，二方面他覺得這個東西很危險，所以還是不願意載我去。然後他就從他車子的前面拿出了一罐油，一罐小小的油，他說是 baby， 然後他現在也不讓我拍那個油。這極有可能就是所謂的屍油，它取自於非自然死亡生命的屍體，比方說一屍兩命孕婦的下巴、額頭或胸口的脂肪，常用於擒將或者迷魂等法術。我覺得我還是離遠一點好了。剛剛司機拿的那罐油，根據翻譯，那個是 baby， 那個 baby 是在看着他的，所以即便是他載我過去，他也有責任，所以不可以。OK， 這是目前我最接近巫術的地方了。OK， 我現在遇到一個僧侶啊，他渾身是馬味，但他穿的衣服也不太一樣。然後他剛跟我說，他知道我的要求了。這應該是最後的機會了。ที่โยมมาจากเกาหลีไสยศาสตร์ก็เลยว่าถ้าจะศึกษาไสยศาสตร์ก็เลยให้มาติดต่อกันเนี่ยให้คุยกัน目前又問到一個老哥啊，他說這個司馬確實有會巫術的人，可他現在不在，要2-3天我才會回來。好，現在再問問看附近有沒有其他廟宇可以提供類似的訊息。前面這老哥他打了一堆電話後，現在跟我講說他要帶我去負責人那裡。現在我坐上這老哥的車啊，這個廟好像都是拜一些比較神聖的，並不是黑巫術。他好像問到另外一間廟，應該是比較有關黑魔法。去了再說。我心中還抱持着一絲希望，但同時我也知道，下一個地點將是我尋找黑巫術的最後一次機會了。So this is for protect
Yes. OK。所以他們說這個就是拿來起保護作用、保佑的啊。然後還有這個，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突然送我了。You give this to me? Yes. OK, thank you. 所以他們现在給我一些保護用的護身符之類的東西。這個，相信看到這裡，你大概也能猜到，這趟尋找黑巫術之旅是以失敗為告終。但旅行與冒險不總是這樣嗎？哪有天天都是晴天的？或許冥冥之中，佛祖用他的力量在保護我。你看，這一路上我獲得多少人的幫助？他們為我指引方向，我才能走到這裡。不可能，我是不會放棄的。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，我會帶着敬畏的心再次回來這片地方。我一定會帶着故事回來的。敢不敢跟我一起去冒險啦？走啊，誰怕誰？